排水量7000吨的航母，各位想过吗？在火力军的认知里，航母这东西都是越大越好，可以携带的舰载机越多，战力也就越强。排水量小于10000吨的军舰，那只能算驱逐舰。但是在泰国这边，航母的排水量却只有区区的7000吨，性能还不错，其他航母有的它也有，在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不过，就实际情况来看，泰国不该买这艘航母。狗哥统一的看法就是，泰国这是被忽悠捧杀之后，买了一个自家不需要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在实战中，这艘世界最小航母又能发挥什么作用？二战之后，全球各国都意识到航母的威力，航母热席卷全球。除了美国、苏联、英国等传统强国装备中大型航母之外，西班牙、巴西等国家也打算为自家的海军增加几艘航母。不过，8万吨以上的重型航母太贵了，根本装不起。排水量较小的航母才是首选，而当今世界排水量最小的航母，莫过于泰国的查克里纳吕贝特号，标准排水量7000吨，满载排水量仅有11486吨，吨位与一艘普通的驱逐舰差不多。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克级排水量也高达9000吨。不过，纳吕贝特号虽然体型小，但整体结构和配置还是向标准航母看齐。其中，滑跃式战机起飞甲板向库兹涅佐夫号看齐，内置战机存放机库、战斗机升降机，还包括一台起吊飞机的起重机。在升降机无法正常工作时，或者战机出现故障时，可以确保战机被吊装到甲板上。对于泰国而言，纳吕贝特号就是自家的海军支柱，不仅在海军中承担海军航空兵力输送投放工作，还要担负海上救援任务。问题来了，排水量不如驱逐舰大的纳吕贝特号，为什么能成为泰国的海军支柱？其战力如何？航母的主要战力来自舰载机，除了上面说的那些辅助设备，纳吕贝特号还装备了 AV-8S 摇式战机，负责空战和支援海上作战。泰国买航母的时候，西班牙送了9架二手 AV-8S， 虽然只能亚音速飞行，载弹量也不大，但足以在东南亚局部区域横行无忌。后来，泰国又从美国购买了6架 S-70B， 可用于近海搜索救援、空中监视、反潜攻击。对于泰国海军的日常需求而言， AV-8S 加 S-70B 的组合已经绰绰有余了。纳吕贝特号机库长100米，中间有防火帘，将机库分成前后2部分，共可存放15架中型直升机或12架 AV-8B。一般情况下，纳吕贝特号的搭配就是8架 AV-8S 加4架直升机，或6架 AV-8S 加6架直升机。在防御系统方面，纳吕贝特号虽然小，但也考虑过安装从近到远完备的防御武器。最初的计划就是装备一座8连装的海麻雀舰空导弹和3座萨德拉尔6连装防空导弹系统，用于发射西北风防空导弹，还有4座 MK15 密集阵以及2座30毫米机炮。在雷达方面，纳吕贝特号装备了 SPS-52C 对空搜索雷达与 SPS-64 对海搜索雷达，拥有2套火控雷达，一套电子干扰和抗干扰系统，一套舰首中频主动搜索声呐，基本上对空对海以及反潜的能力都有了。泰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海军没有太多护卫舰可用，只能靠航母自己保卫自己，这也是其他国家航母不具备的特点，但考虑也只是考虑而已。实际由于经费不足，最后为了省钱，纳吕贝特号就装备了3套萨德拉尔6连装防空导弹系统。除了以上这些，纳吕贝特号也有小型航母固有的优势，
价格低，建造速度快。纳吕贝特号的合同金额为3.6亿美元，相当于一艘中型护卫舰的价格。对于泰国来说，这个价格完全可以接受，建造速度也特别快。1992年3月，泰国海军和西班牙巴赞造船厂签约。1997年，查克里纳鲁贝特号正式服役，只花了5年的时间。之后，泰国进行了4个月的舰员培训后，就在1997年进驻索陶伊海军基地。不过，为了降低成本，除了飞行甲板、动力装置、电力分配系统、损害管制系统等关键地方按照军用进行设计施工外，像舰体结构、管路、电缆等都是按照英国劳氏船级社的民船建造规范来设计。在一些相关材料设备上，使用产量大、价格便宜的民用品，动力装置也有些拉胯。纳吕贝特号虽然是万吨级的轻型航母，但是其动力装置仅与3000吨级军舰相当，采用柴燃交替动力，2台 LM2500 燃气轮机，搭配2台 MTU-16 为柴油机。这种配置在驱逐舰和护卫舰上比较常见，动力上的弱势导致航速有点慢，最大航速仅为26节，正常巡航速度为17节。至于纳吕贝特号的作用，火力军只能说什么都能干。泰国好不容易才获得一艘航母，那肯定是物尽其用。纳吕贝特号虽然只有航母之名，没有航母之实，但泰国军方依然将它的能力发挥到最大，不仅能打仗，还能完成海上救援。泰国海军常年在纳吕贝特号上部署救援直升机，无论它在哪里航行，只要接收到附近有求救信号，航母的直升机就能马上起飞。同时，因为强调适航性，泰国不仅在舱部安装了展翼型防摇龙骨，还装设2对液压自动控制的减摇旗，在海况不好的海域一样可以航行。而且即使航速再低，也比一般的民船快多了。舰上还有直升机，第一时间就能赶到出事地点完成救援。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以及2010年底和2011年初的洪水事件中，都能看到纳吕贝特号的身影。至于作战，纳吕贝特号也没什么机会，舰载机也不太行。纳吕贝特号的建造费用差不多占了1992年军费的1/10，但是对于泰国而言，的确有一定的作用。泰国90%以上的贸易都是通过海运进行，海上交通航线就是泰国的经济生命线。在航母服役后，随着配套护卫舰和潜艇投入，足以应对大部分威胁。而且在纳吕贝特号服役的1998年，当时亚洲范围内只有印度有航母，在东亚地区，纳吕贝特号就是老大。不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航母这东西有点烧钱，即便是美国养11艘航母都有点费劲，更别说泰国这样的小国。也是因为航母太费钱，所以纳吕贝特号服役后不久就迎来了趴窝的宿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也没能幸免，国内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没有经济做后盾支持，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毕竟军舰买回来之后还要进行日常维护，同时因为海上的环境，舰载机保养的难度更大，尤其是配备的摇式战机，维护起来更费事。加上本来就是二手的，除了在2003年的时候向柬埔寨秀了一把，其他的时间基本都是摆设。在2006年的时候，泰国的摇式就基本退役的差不多了。目前纳吕贝特号虽然还没有退出海军战斗序列，但是已经和退役没区别了。1个月的时间里，就只有1天的时间可以出海晒太阳，其他的时间就只能待在港口。为了给航母赚维护费，泰国海军还把纳吕贝特号改造为旅游景点，收点门票钱。至于作用，也只剩下一个：救灾。就公开报道来看，虽然纳吕贝特号很少出海，但是保养的还行。最近几年，这艘老航母也开始逐步恢复航行。2020年年初的时候，还和一艘从韩国引进的阿杜德号进行联合训练。只是纳吕贝特号的甲板稍微有些空而已，只配备一架美制 S-70B 海鹰直升机和一架超山猫 MK110 直升机。2021年3月末的时候，纳吕贝特号还出现在新加坡附近。
所以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纳吕贝特号依旧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比如可以铲平滑跃起飞甲板，再对机库进行改造，最后重画甲板线，充当轻型两功。但是考虑到纳吕贝特号研制于20世纪90年代初，舰载武器和电子设备早已落伍，重新升级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需要长时间安装调试，这些都是泰国海军无法接受的成本。因此，纳吕贝特号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必然，已经到了该谢幕的时候。就纳吕贝特号过去的成果来说，任意一艘两栖舰都可以达到。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泰国要买航母而不是两栖舰呢？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泰国面对越南的压力，国防战略重点是与老挝和柬埔寨陆上边界。当时越南在这两个国家都有驻军，其中老挝驻军5万，柬埔寨驻军15万。随着80年代后期越南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泰国的战略重点开始转向海上。泰国靠近马六甲海峡，而且有漫长的海岸线，本身面对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海盗以及与邻国的海洋争夺，建设海军显得尤为重要。除了战略上的需求，泰国当时也不缺钱。亚洲四小龙大家都听过吧？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但是亚洲除了有四小龙外，还有四小虎。当时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因为经济发展，并称亚洲四小虎。在1992年的时候，泰国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了1018亿美元，此时的泰国军费为29亿美元，所以挤一挤还是有点钱的。不过，泰国最开始招标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拥有一艘航母，而是一艘类似西北风或者独岛级那样的两栖攻击舰，甚至是类似日本那种直升机准航母，负责在国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迅速进行大规模人口疏散。在战时，则为泰国陆军在泰国湾沿岸机动部署提供有力的支持。1989年，泰国遭受一场特大风灾，当时的强台风对泰国南部的几个省份造成了严重破坏。当时泰国方面认为，如果有一艘搭载直升机两栖攻击舰，在灾害救援上能够极大的减少伤亡，所以对于新船的性能，泰国海军也提出了一定条件。首先要有好的通信能力，并且空间也要够大，能够作为舰队旗舰进行舰队指挥。其次，武备要强，能为舰队提供有效的防空、反舰和反潜支援，还要有好的适航性和续航能力，能进行海岸防御性巡逻。最后，还要在突发性事件中提供直升机救援和撤离工作，并作为海上医院进行救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泰国很有可能会买到一艘类似意大利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舰那样的新船。结果在招标过程中，西班牙巴赞造船厂拿出了非常诱人的廉价航母方案。泰国发现花一艘购买两栖舰的费用，就能买到一艘功能齐全的航母。这也就意味着，除了救灾和两栖投送任务之外，泰国海军还将获得舰载航空兵战力以及远海的大型反潜平台。加上西班牙赠送的摇式战机，泰国心动了。于是巴赞造船厂以3.6亿美元报价赢得了合同，仅仅相当于一艘护卫舰的价格。只是西班牙当时建造小型航母，主要是迎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制海舰计划，也就是造一大批廉价的轻型航母，执行不需要重型航母去肩负的低级别任务，依靠垂直起降战机与直升机完成反潜、驱逐苏联反潜机、协助两栖登陆等需求。而作为一艘以远海反潜为主的军舰，不仅需要大量的人手操作，也需要整个海军舰队的配合。很明显，泰国做不到了这两点，于是纳吕贝特号的作用就只剩下了救援。就结果来说，泰国不应该买航母的，两栖舰艇更适合泰国海军，而不是直升机和战斗机混编，占用机库和升降机资源。AV-8S 这种短腿飞机始终处于油料、弹药、雷达、航电等某一方面不足，甚至全都不足的瘸腿状态。垂直起降的尾喷管机械过于复杂，并没有增加战斗力。海难救灾跟医院船更适合搭载直升机，而不是西班牙的二手 AV-8B。这也导致泰国海军走了很多的歪路。经过这一系列折腾之后，泰国海军才回神过来，
自己当初想买的本来是登陆舰，稀里糊涂就买了艘航母回来，又没用，还又难伺候，除了打肿脸充胖子外，毫无意义。后知后觉的泰国海军终于开始补救，直接向新加坡购买了2艘9000吨级的大型登陆舰。90年代的愿望，直到2010年代才实现。由于这艘航母耗费了泰国海军太多资源，以至于泰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至少被推迟了10年。长期以来，泰国海军只能以2艘纳莱颂恩级护卫舰、4艘昭披耶级护卫舰与2艘拉达纳歌辛级护卫舰为主力。其中，纳莱颂恩级是90年代购买的，满载排水量3000吨，装备一门 Mk45型127毫米舰炮与37毫米副炮，8单元 Mk41垂发，以及鱼叉反舰导弹和324毫米鱼雷等武器，性能还算可以，但是年龄不小了。昭披耶级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古董了，排水量还不到1000吨，堆砌了不少火炮导弹。不过本来该型舰有2艘的，结果因为无脑堆砌火力，2号舰被风暴吹沉了。拉达纳歌辛级也是80年代的古董，性能堪忧。除了这7艘护卫舰之外，剩下的基本是一些火炮巡逻舰。一直到2010年代，泰国海军才终于有余钱，为海军采购新型护卫舰和潜艇。护卫舰选定了3艘韩国 DW3000 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3700吨，装备相控阵雷达和8单元 Mk41垂发。只是泰国海军的新一轮强军梦再一次遭遇不测，泰国海军对韩国 DW3000 护卫舰产生不满。首舰阿杜德号交付以后，泰国海军官兵对这艘护卫舰恶评如潮。DW3000 型护卫舰头重脚轻，适航性并不好，而且火力不足，以至于在首舰交付以后，泰国直接终止了第2艘的建造计划。总的来说，纳吕贝特号这种小型航母的确有一定的优势，价格低，建造速度快，配合实力较强的舰载机也能发挥不小的作用。只是对于泰国海军而言，航母这东西还是太早了，把握不住，花费了足够多的预算，却连成熟的舰载机战力都无法建立，只能说太浪费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纳吕贝特号什么时候会退出现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